喺早前，我哋同大家分析咗 AP 標價下跌嘅原因，認為主要係2022年3月之前嘅市場氣氛太膨脹所導致。而唔少國外嘅專家認為，標市已經回調返去到合理嘅水平。今集 Aristo Channel 會以三大品牌勞力士、百達翡麗、AP 係近年非常火熱嘅綠色標，用價格分析去探討走勢。近年興起嘅綠色標熱潮喺市場回調嘅情況底下，究竟係依然強勢定係熱潮不再？喺三大品牌裏邊，邊一個表現最好，而邊一個跌幅最大？喺開始之前，請大家先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Aristo 為大家帶嚟頂級名錶開箱同埋錶壇熱話。綠色錶熱潮自2021年喺 Baselworld 開展，當年包括錶王 PP 在內，超過10個鐘錶品牌不約而同咁樣發佈咗新款綠色錶，引起錶界轟動。PP 一口氣推出咗唔少綠色錶。至於其他品牌，例如卡地亞、百爵、JLC、IWC 等等，都成功引起唔少錶迷嘅關注。當然唔少得其餘兩大品牌勞力士同埋 AP 都有推出咗綠色錶。其實綠色錶並唔係2021年先至出現喺市場，喺前一年啲品牌亦都相繼推出，而大多係以青銅錶為主，並未引起好大嘅迴響。個人認為真正觸動市場對綠色錶嘅關注係勞力士嘅黃金地通拿116508綠面。Wait a minute, that is empirically really special. 喺2021年嘅 Watches and Wonders 嘅前一個月宣布停產，導致3月宣布停產嘅116508綠面由50萬，經過一個月嘅時間，去到 Watches and Wonders 嘅當日，價錢已經升到係77萬，漲幅高過50%，成功引起市場對綠色錶嘅升值能力關注。幾年過後去到今日，綠色新款依然經常出現喺各個品牌，就好似2024年嘅 Watches and Wonders、VC、帝舵、帕瑪強尼都有推出。不過 PP 似乎已經暫停公布咗綠色新款，究竟係市場已經適應咗綠色錶熱潮不再，定係市場依然受落，只係經濟唔明朗所導致呢？以下我哋會分別以勞力士、百達翡麗、AP 三個品牌各自4款綠色錶呢2年間嘅價錢走勢，去睇下邊個品牌綠色錶表現最好。先睇下勞力士，4款勞力士綠色錶裏邊，Datejust 喺過去2年嘅下跌幅度最少，只係下跌咗3.2%。綠水鬼同埋 Day Day 40裏邊最受歡迎嘅玫瑰金綠面，下跌幅度分別係12.8% 同埋16.1%。下跌幅度較多嘅係 Oyster Perpetual 124300綠色，下跌幅度接近22%。不過4款比起目前公價仍然有10到40% 嘅價情況。跟住睇下錶王百達翡麗，綠色錶款式嘅下跌幅度比起勞力士更加大。首類 5168G 同埋 Communications 系列 59051A 鋼款下跌較少，2年間分別跌咗21.5% 同埋26.6%。超過8萬級別嘅款式包括鉑金萬年曆 5270P 同埋推出咗僅僅1年嘅鋼款綠面5711，比起2年前價格減少咗超過40%。值得留意嘅係，除咗熱門嘅 Nautilus 同埋 Aquanaut 系列之外，其餘2款目前市場價都比公價低，證明就算係 PP 嘅綠面錶，市場反應都不如以往。最後睇下 AP 嘅4款綠面錶。Diver 15720ST 只係有18.3% 跌幅，依次遞增嘅係26238 Ti、鉑金 15202PT、26240 OR 皮帶款，當中 Warhol 嘅26240 OR 係眾多品牌裏邊下跌最多嘅，有 47.5%， 可以睇得出 AP 皇家橡樹係下跌嘅重災區。根據上述嘅數據，我哋有幾個總結。第一，目前大品牌嘅價錢比起2年前已經回落去到相對合理嘅水平，日價水平喺 40% 左右。而綠色錶受到市場嘅矚目，所以有一定嘅代表性。估計其他錶面嘅日價會比較少。第二，市場已經淘汰咗一啲比較唔受歡迎嘅錶，由超公價變成有折扣，市場風氣由麻木變為理性，對錶迷嚟講係好消息。第三，勞力士最為抗跌，可以歸功於佢嘅數量、認受性、流動性最高。如果尋求價格穩健，首選勞力士。隨住新款綠面減少推出，同埋錶價嘅回調，可以睇得出綠色錶嘅吸引力已經不如以往。唔知道未來又會興起啲咩顏色嘅錶面呢？定係綠色錶會捲土重來？歡迎留言話俾我哋聽。我哋今集嘅市場分析就到呢度啦，下集再見。